继续来看我们的量子空间那量子空间里面的那个很多计算，就是跟我们的向量跟矩阵有关。那一讲到向量跟讲到矩阵，又跟什么有关？就跟我们的那个很多在线性代数里面的那些计算有关所以我会用2个角度来跟各位做说明那会从这个线性代数的一些核心理论，跟再融入很多量子的观念跟符号，跟各位做说明这样那我们就来看这一章那这接着戴教授讲的部分呢，我继续往下延伸这样好，我们来看column and row space。那 column 的话，一般我们叫做行那这个 row 我们叫列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这样好，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column column space。那 column space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整个 linear algebra 里头的话因为这些符号我要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就是说戴教授他比较年轻所以他写的符号比较 new 那我现在写的符号是比较传统的，但是大部分的发表的论文或课本的话，会用这个比较老式的符号，那中间的符号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主要是训练各位要去熟悉这些符号这样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就首先假设我给一个矩阵你可以看到这个矩阵有没有？它的大小所以这个 m 乘 n 我们叫 size， 我们叫 size 矩阵的 size， 你要先确定那个 size 这样好，没问题。那没问题的话，那我给这个矩阵你看这个矩阵好大有没有？如果说我把它给成这个样子有没有？你看 A11、A12点点点到 AEN 有没有 ？A21点点点到 AM1A22点点点到 AD2N点点点到 ADM2点点点 ADMN那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在这边就仔细的做一个说明，这样那后续的话就是说，这些符号你可以看到，后续我就不再很仔细的写因为手写要花点时间这样。那这个很明显看到，这个就是一个 column， 2个 column， 那是总共有 n 个 column 这样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我就出现了这个叫 column 1、column 2这个第 n 个 column。那这个写法很明显就是说，我要编织一个空间因为量子空间里面有太多的计算跟太多的这一个向量所以就会由这一个什么 n 个这个 n 个的一个 column 做一个线性组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线性组合相当漂亮那在我们研究这个量子计算的时候，就有2件事情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它数学符号的表现要非常的紧密。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些数学符号表达完以后可以被 programming 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会在符号上面强调这种种的这种变化这样所以各位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把它表现成怎么样的一个什么一样的一个矩阵的一个计算模型。那这个为什么叫矩阵计算模型？你看这个什么看起来就是1乘 n 的大小，那这个看起来怎么样 ？n 乘1的大小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它这样整个总合起来就变成这样。1乘1的一个大小，哇，变成这样，你可以看到，变成矩阵计算出来这样子，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线性组合的一个感觉所以因此这整个的计算之后的结果，它是在这个空间里头，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叫 column space of A 就是它的整个空间的编织，整个空间的编织那这些符号同学们可能到时候拿到了以后看的时候呢，再多去熟视一下这样好，那因为我们整个在做计算的时候，就是稍微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太多符号必须要花点时间去怎样去熟识这样的那你可以看一下，刚刚是讲 column，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row。所以这个矩阵 A 给了以后的话，那刚刚是直的，那现在变成横的变一条一条没有，变一条一条横的这样所以这个叫做 row。那 row 的话很明显就因为它的大小是怎样？是 m 乘 n， 所以我们总共会有 m 个 row那刚刚有 n 个 column， 所以呢 row 的符号在我的写法以前我读的课本的符号是这么写的，所以这等于是 A1 在这里有没有？这个 A2那最后这个怎么样？这个是 AM， 注意这个向量是平的是平的，那它仍然是可以做线性组合，的一个结构。可是要把它写成矩阵的计算的时候，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要把它写在前面，好，所以那你看这个就我刚刚讲过说，这个是1乘上 m， 那这个是 m 乘上1，所以最后的结果变怎么样？变1乘1，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要符合什么的结果？要符合矩阵计算的那样的一个表现方式哈，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最后就变这样写法。所以在做 column 跟做 row 的那个种种变化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在我们整个的符号的那个撰写过程里面，就是这些规范这个在老外的这些数学符号里头它有这样的一个行规那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没问题的，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了一个2乘3的一个实数的一个矩阵，有没有？那找出它们出来，那这个很trivial非常trivial所以我就把它第一 column、第二 column、第三个把它列出来，那就是这个 column、这个 column 跟这个 column， 那做线性组合那这一部分它为什么变成是这两个的 basis 这个变 basis， 那各位再去收播我前面有关于那个有录过6节课的6节课的这个线性代数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非常的简单这样好，我就写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往下看的话呢，往下看这个例子也是一样很简单它变成是平的，变成平的那它的线性组合出来就变这样。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说让各位感觉这一个要晓得它所以整个的变化，我在这里写就是突然蹦出一个英文出来，就是说A 的这个row space is a subspace R3 instead of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说1乘3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符号最后你们把它看成同一个也可以，就是说很容易让我们搞混的还有怎样？那这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再去想一下，再去想一下，我就不要再解释了就是说很多符号在整个表达过程里面，就是要花点时间去思考这样好，那 OK， 那在整个空间计算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说这个式子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我这边有写过说 A 有没有 ？A 就是这个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叫系数矩阵，有没有看到？那 B 的话就叫什么 ？B 就叫做我们的常数矩阵。我再把它彰显出来那这个 X 的话我们叫什么？未知向量。未知向量所以这个 X， 所以这个你要把它讲说是矩阵也可以，说是向量也可以所以好了，那这个就很有名的这个联立方程组。那这个联立方程组的话等于说 A 是系数矩阵这个是未知的变数，那这个是我们的常数向量。那这个要求它的解答就要求这个 X。那若且为若有解的话那为什么我在这边特别强调因为一般在线性代数里面它不会强调空间结构，我们是要强调我们的空间结构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一块好，那很快来证明一下，就是说这个有解没有？有解表示说这个 X 存在嘛 ？X 存在没有？所以这个 X 存在没有问题，它存在，所以这个是 exist， 它才叫做什么？才叫做有解嘛。那有解的话，那这个式子 OK 有没有？这个式子 OK， 我就把它表现成这个联立方程组有没有？联立方程式，那当然就很容易看到这个 B 是由这 n 个向量所编织出来的，所以这个答案是 trivial， 这边 trivial 有没有？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让各位了解那个整个空间结构那个计算的一个过程这样那反过来的话，刚刚是说有解它要在那个这个 column space 里头，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反过来，假设 B 可以表 B 属于因为反过来是它属于它嘛，那属于它就是我要找出我的解出来，有没有？怎么找？就是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这个时候 in 怎么样呢？in CSPA 有没有在这个里头嘛？那在这里头一定可以表成这个什么 linear combination 线性组合，这个没问题。好，然后再把它整理，把这个式子整理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整理的方式你一定要会这个叫做 representation 在我们学数学里面这个叫做 representation。那这些你不会写的话，你大概在作答或写报告的时候完全写不出来。所以我在训练你们很多这样的一个机制，有没有？所以你就找到这个，所以我们找到这是我们的答案，有没有？这是我们的 solution。我找到了嘛？我找到了我找到我的 solution， 所以没问题，没问题。好，
那 OK， 接下去的话，我们要看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讲了半天它的计算有没有？所以我们最后研究还是要研究我们这个什么？研究这个矩阵结构。那在互空间里面，这样讲好像也是对哈，就是说真正在量子空间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矩阵是方阵，它是方阵，嘿，它是 square matrix， 所以 m 会怎么样 ？m 会等于 n，m 会等于 n 这样，嘿，所以我们就要研究它一下。那在互空间里头的话，互空间里面，假设我有怎么样呢？假设我有那么多个向量，那这个向量的话，就是说，那这个意思，这个中刮弧的中刮弧的，我上次讲过了哈，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是代表基底，就是说 Cn 是由这个 n 个向量所编织出来。那如果说它们两互相垂直，这个是垂直的意思哈，垂直的意思，而且又是单位向量的话，我们就叫说这个叫什么呢？这叫做正交单位化基底哈，那英文叫做 orthonormal。那有些课本是把它打成是草写的 B 哈，没有关系哈，所以这个让各位自己去适应一下子。那好了，那我们现在要了解 A 哈属于这个 C n 乘 n 哈，就是说它是一个方阵。那如果说 A 也是 unitary， 那 unitary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就是说 A 怎么样呢 ？A star A 等于 AA star， 好，等于什么呢？等于单位矩阵这样嘿。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哈，没有问题哈，所以可以按照他们的那个相乘的结构来看的话，它的什么呀？它的这一个 column vector 的话，会形成是什么？形成一个 orthonormal basis， 非常重要哦。因为我们整个，因为我最近有在花时间去找一些原文书，有没有？专门就是把那个 unitary 跟什么跟量子计算放在一起这样嘿。所以原则上这个是这样说，你要注意它的结构。如果说 A 是一个 unitary， 它的 column 形成是一个 orthonormal， 所以那这样的话就告诉我说，它是 unitary。那很多书还是把这个 U 写成大写，写成大写，它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形容词这样嘿。所以很明显，它竟然编织出什么出来？编织出我们的那个互空间出来哈。所以这个是在这边要特别注意的哈。好，那在这一节里头的话，就是讲了很多的符号，那同学必须要去适应这样哈。所以整个符号就是在互数计算或者说在量子计算里面，就是很多的矩阵的表现方式，很多向量表现方式，同学一定要适应。那你要怎么学习呢？就是说拿笔出来，再把它写小一点，比如说3×3，用个3×3的方式去处理一下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慢慢对符号的熟识哈，以后就是 programming 的时候呢，也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哈。所以这一节看起来东西还不少哈。那我们就先讲到这边。